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金哥。最近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做熟成的方法嘛，比如说黄油熟成、干式熟成带的那个熟成。大家总觉得呢，那些熟成方法耗时又比较长，做起来又比较麻烦。那最近呢，我又通过一个熟成大师叫做 Jason 的人，了解到了一个干化熟成牛排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就特别牛逼，用料呢也特别简单。首先呢，准备好一大块牛肉，我这一次用的呢是古饲300天的安格斯眼肉。接着呢，再准备好一瓶金酒。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尝试着用这个酒来干化这个牛肉。说到用这个酒来干化这个牛排的技术呢，可以说是那个熟成高手 Jason 的秘方了。反正他跟我说嘛，用这个金酒来干化这个牛排呢，做出来的风味会有一点点接近于熟成的味道，并且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它所需要用到的时间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之前测试嘛，基本上你要达到有熟成的风味，最起码得有30天到40天，而我们做这个干化的话，只需要3到4天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干化效果出来。那我呢，也是第一次尝试用这个酒来做这个干化牛排。那我们今天呢也做一做，看一看它的味道会怎么样。做这个干化的原理呢和熟成差不多，首先呢都要准备好一个大块肉。我这一次准备的嘛，就是之前说过的古饲300天的安格斯眼肉，这个呢级别不是特别高，基本上作为一个口粮款，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的。要做这个干化呢，我也跟大家强调一下，一定要用冰鲜的肉，千万不要用冷冻肉。这块牛排呢属于口粮级别牛排，它的花纹呢就不像之前的 M9 加那些牛排一样分布的特别均匀、特别的细，但是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就不会像高等级的牛排那么腻，反而呢牛肉味会更加突出一点，但是呢它的口感的柔软度就会有所下降。给牛排拆完包之后呢，我们准备好一个厨房纸，把牛排表面的血水给吸干净，千万呢不要像这种擦来擦去的感觉，只要轻轻的按压就可以了，因为你一擦的话，它会影响表面的肉质。擦干之后呢，接下来就迎来和我们做熟成最大的区别了。做熟成，我们一般的肉都不需要精修嘛，而我们做这个干化呢是需要精修的，因为它所干化出来的肉，所有的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而干式熟成和黄油熟成不一样，它们有一些氧化层啊，都是不可以食用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肉也给修一下。那我们首先呢，先把它表面这一层很厚的脂肪层给去除掉一点。OK， 那这块肉呢就已经被我们修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们这个金酒登场。肯定很多人又要问，为什么一定要用金酒？能不能用其他的酒？那用其他的酒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能说金酒这个酒啊，它的香气并不是特别的浓重，有一股清新的香味，并且呢，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有杜松子这样的调料的存在，所以说呢，它干化出来的香气呢也会比较好一点。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用其他的酒去进行一个尝试，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慢慢的倒，涂抹的时候我们尽量均匀一点，让每一块肉呢都均匀的沾到这个酒类的液体，这样干化的效果才会比较明显一点。之前忘记给大家介绍，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这一个脱水袋。这个脱水袋呢，其实在很多的日料店会比较常见到，就是说他们会做一些鱼类熟成啊，它的价格呢也会比干式熟成袋便宜不少。这么一大盒呢，包含运费是200多块钱，比那个熟成袋反正是便宜很多了。它是分层的，是有空隙的，脱离出来的水分呢都会放在中间这个夹层里面，把它铺上就可以了。中间有空隙的地方呢，我们一定要按压的紧一点。OK， 那我们尽量呢，就是把它的空气都给排出来，让这个袋子和这个肉啊是紧密接触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包成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肯定有很多小伙伴要问了，对吧？你之前把肉血水擦干，再把这个酒淋上去，现在呢又套了一层这一个脱水膜进去，又达到一个脱水的效果，这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又把事情给做回去了吗？其实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涂抹这个酒的主要目的不是说让它的汁水或者说它这个酒类液体残留在这个肉上面，而是说通过这个脱水膜以及我们3到4天的贮藏时间呢，让酒的香气充分和肉混合，再把它的里面呢肉的汁水，包括酒类的液体呢，也给挥发出来一点点，这样到最后它的牛肉香气会比较浓郁，它的酒类香气呢也会比较浓郁，这两者会产生一个比较美妙的化学反应。据那个大哥说呢，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今天反正肉我们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3到4天就 OK 了。OK， 那我们这一期制作这个干化牛排的视频呢，我就不分为上下期了，就一次性的全部展示给大家看。那经过3天的等待，现在我们这一个干化牛排，看它的表面啊，变化真的非常的大，干化的呢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袋子拆开来看一下，这个牛排干化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开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啊，它这个袋子旁边嘛，那个小水珠已经特别的多了，粘的这个肉非常的紧。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要破坏了肉的纹理，吸出来的水分真的非常多。
还能闻到一点淡淡的那个金酒的香味在肉上面。看这个表面，真的已经特别像那个熟成牛排了。这一次干化这个牛排嘛，一共用了3个袋子，每个袋子里面都吸出来很多的液体。我估摸着这个液体里面应该会包含着我们原来涂抹上面的酒，以及牛排表面肉所富含的水分也都在这里面，特别多，每个袋子里面都有很多。当我把那个脱水膜拆掉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干化完的牛排呢，真的很像熟成完的牛排，特别是它这个表面的这氧化壳，因为它外面这层干化的这个壳呢，咱们就不像干式熟成或者黄油熟成那样，需要把那一些多余的氧化层给剔掉，我们这边就完全不用，直接分割就可以了。切上去整体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柔软。我们切开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表面的这个肉色跟我们熟成完之后真的是特别的像。而且我闻了一下嘛，它那个金酒的味道真的非常的重。那不仅仅是外面会有一点点，它里面那个肉也会有这个味道，非常奇异的这个香味，反正是。从我手上面的触感以及我的嗅觉来说呢，这块肉给我的感觉很不错，好吧？那我们继续切，把它给切完。那我这一次买的是3公斤的这个短切的肉眼牛排，从它的中端一直切到它的尾端，每一块肉它的干化效果都非常棒，令我非常满意。那这一次呢，我就挑了一块和那个脱水膜有接触的一块肉，就是表面干化的非常严重。那我们今天就尝尝看，它到底会不会对牛排有所影响，并且9字干化后的牛排味道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调味，盐和黑胡椒就可以了。轻轻拍打涂抹盐和黑胡椒的这一层，千万不要揉搓，揉搓的话很容易损伤表面的肉质，影响口感。这边干化的这一层呢，我们再给它来点油。那今天呢，我们又回归经典，用这个小黑炉来制作一下这个牛排。好，那我们现在牛排已经全部制作完毕了。这个9字干化完的牛排嘛，无论是烤之前还是烤之后，都有一股那个酒的清香味在，不知道吃起来呢会怎么样？还是按照国际惯例，请观众老爷们先品尝吧。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这一次从切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的汁水特别多，它那个肉的表面啊都是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先尝一块，非常软的口感。它虽然不是一块等级非常高的牛排，但是它的口感我觉得有可能经过这个干化之后变得特别好，肉质变得非常细腻，没有那种嚼起来很粗糙那种筋膜的感觉。而且它这个牛排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嚼进去一开始满嘴的那个酒香味，然后你嚼到后面把肉快嚼完的时候呢，那个牛肉的香味也会有一点点。再尝一块。我觉得它的汁水情况呢，并没有像我们看上去的那么充盈。它嚼起来的这股香味嘛，不同于干式熟成牛排，也不同于普通的牛排，就有一股独特的酒的清香。那干式熟成牛排呢，它会更加倾向于奶酪和坚果的香气。我个人觉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牛排嘛，也是不错，就是充满了牛肉味嘛。但是嚼到最后呢，会有一丝丝的酸味在那边，会影响最后的一些感觉。像这种牛排就完全没有酸味了，取而代之的呢是那种酒的清香味。这个嫩度绝对可以达到满分，干化后的牛排，它对肉质的提升绝对是 OK 的。就是这个清香味呢，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正呢，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淡淡的酒香味还是挺不错的。当你吃到这个9字干化的牛排之后嘛，你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非常棒。而且它的制作方法特别简单，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去尝试一下，只需要2到3天的功夫，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多的口味选择，何乐而不为呢？
真的是全新的一种技术，好吧，完全没有吃到过的这种味道。而且教我这个方法的那个 Jason 老大哥呢，他人也非常好。我本来问他嘛，就是说你这个方法我能不能把它PO到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没有很抵触，反而非常开心。他说他愿意把他这一个干化的方法分享给更多的那种牛排爱好者。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个9字干化的牛排，让你绝对有一个全新的体验。OK， 那我今天先品尝到这里，留下几块呢，让我的小伙伴们也尝试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9字干化的方法还是挺实用的。如果说你拿到一块级别不是特别高的牛肉，在冰箱里面用这个9字干化的方法放个2到3天，它的嫩度呢会有很大的提升，这点非常棒。至于这个酒的香味呢，不同口味的酒干化出来的牛排口味也不一样。而我这一个金酒呢，我个人觉得它是很清新的一种口感，酒味呢会有一点，但是不会抢了牛肉的这个风头。它虽然有可能没有像干式熟成牛排香味那么浓郁、那么突出，但是呢会比新鲜牛排我觉得风味更多一点。我个人呢也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此呢也向各位牛排爱好者强烈推荐一下，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9字干化牛排。OK， 那我本期节目到这边先结束了。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呢，麻烦帮我多多点赞，多多支持我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